人民文娱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于适。我觉得首先他这个角色，在我看来比较有魅力的点是，他其实是一个亦正亦邪的角色。刀马对他的影响就是，其实你可以放下一些所谓江湖上的一些地位，其实那些东西可能是虚无缥缈的。我觉得你在演戏的时候，想达到某种效果，千万不要刻意去追求它。我现在在表演的时候，还是会更多的是选择用一种很放松的方式。你一旦松弛了，观众就会更相信。我觉得首先他这个角色，在我看来比较有魅力的点是，他其实是一个亦正亦邪的角色。如果你觉得他是邪的，其实他有他自己的出发点。他作为一个标人，人物目标是非常纯粹的。当一个人的这个目标很明确的时候，他就可能会做出一些极端的事情，所以他会忽略掉人情冷暖。我只想做天下第一的标人。在我看来，我觉得他是一个很佛的人。如果说作为一个演员去塑造一个角色，你就去演他的冷酷，那是完全是一个特别虚伪的一个空壳。就是我试图找到他的原因。举个例子，有两个马车，一个马车很舒服，但是可能要走1天1夜，但是这个马车没有那么舒服，但是可以让你提前2个时辰到。他说 OK， 我就做这个。就至于我坐车舒不舒服，我的身体是什么样，他其实一切都不在乎，他只在乎自己的目标。他对身边所有人的这个态度，其实就是他的成长。我觉得可能是刀马又影响到他，因为刀马和鼠，他俩的可以说是职业是相同的，但是他们两个的志向是不一样的。他只图名，他不图利。你给我多少钱我不在乎，我要的就是把所有最牛的标人干掉，我成为天下第一。刀马对他的影响就是，其实你可以放下一些所谓江湖上的一些地位，其实那些东西可能是虚无缥缈的。虽然讲的是这个戏中的一个江湖，但其实投射到我们现在所身处的这个世界、这个社会，其实也是一样的。你小的时候都想我要当天下第一，慢慢的你到了一定年纪之后，你会发现，其实有一些东西，它就是一个很表面的一个称号，它其实都是虚的。其实人更应该去追求一些内在实在的东西。那么你自己到底能不能成为一个让你自己满意的人，能不能给自己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？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每个人应该去思考的。不光是树，其实我也是一样，我也有这种感受，给自己交一个满意的答卷，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。之前在江湖上那是属于纯独狼，他就是独狼，就是我一个人，谁也不要靠近我，我要做我的大事情。他现在是属于因为知识狼误打误撞变成了一个算是临时小团队，就是这些人在旁边会让他有人情味儿，所以他一有人情味儿了，你就会觉得他会很真实，包括他的一些反应会很可爱。其实会的，就是我给他设计的就是特别的正经。我觉得你在演戏的时候，想达到某种效果，千万不要刻意去追求它。比如你想可爱，不能装可爱；或者你想搞笑，硬去搞笑，那个也不行。反而是要利用好一个人物的反差。比如说像他这么一个平时这么一丝不苟的这么一个人，那场掉到油滩里那场戏，他非常的脏，这是一个非常能够发挥的地方吧。那么我当时我给他设计的，我心里就是树一定是一个非常有洁癖的人。那么你看你身上全都是脏的东西，其实你只要人物在那一刻心里有这个根基，那么比如说有一些东西，就是又要装作没事，但是真的好脏啊！我是一个有洁癖的人，现在身上怎么这么脏这么臭？但是我又是个大侠，我不能在别人面前跌面儿，就是它是这种拧巴的感觉，你要非常认真的去演这种，我觉得反而会让大家看到这个角色反差感。在表演中也是我认为的一种理念，就是你在你的表演中能够打破观众原本对这个角色的滤镜，你会一下看见了这个角色的反差。就是我觉得是这些瞬间
是能够给一个角色赋予魅力的，就是好玩的地方。对。在表演上会形成了一种体系，剧本拿到，第一点找到人物的总目标，这个就是人物的一个核心。你做的每一件事情，你的每一场戏，你说的每一句台词，其实都离不开你的中心思想。其实，我现在在表演的时候，还是会更多的是选择用一种很放松的方式，比如说我拍，不管是《长空之王》《封神》。就是它是在一个大框架下，因为你所有的仪态、说话的方式，包括武打的动作，都要符合当时的时代背景。但是如何能够在这样一个有限制的角色中出彩？这几年我包括演了一些其他角色之后，我会觉得还是有空间的。当年我还是会比较保守，但是其实现在我慢慢我会觉得，想要让一个角色更生动，不要被他的时代背景所困住，完全是可以在这硬性的要求下设计一些很好玩的东西，而且这个东西是需要演员自己去动脑子的。做演员绝对不能什么都要指着别人，导演能不能把这个东西设计给我，编剧能不能告诉给我？我觉得不是的，我觉得作为演员一定要发散你的思维。当然，你遇见一个特别好的在剧组中的同仁、前辈，他们能够给你提供这个经验，但是你不要指望永远别人会跟你说。那么我就会觉得，就是你不管接到什么样的角色，在什么样的这么一个工作环境下，你都要学会有一个发散的思维，去给自己这个角色能够添一些彩，因为你加了一些比较生动的一些细节，其实你就会让一个角色变得更松弛。你一旦松弛了，观众就会更相信。除非你演的这个角色，你就要演一个一本正经的人。我今后还会用这种方式去塑造角色。就是这几年我会感触很深，我觉得这场戏是因为我是相当于，拿了2个兵器，就是我右手拿着刀，左手拿的是火把，所以就一直是火把与刀之间来回切换的这样打，而且当时我这个手上那火把还是真的，对，就是你能听见，比如说每次划的时候，你能听见那个火轰的一声，就打的时候是这种感觉。